当简单的食材撞击在一起，就会变得不简单。哦，比如说会跳舞的爆米花。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码美味方程式。哎，你知道什么是味道记忆吗？那你又知不知道味道跟风味有什么分别呢？是跟着科学实验室一起探索烹饪的新领域。我好期待今天的主题，马上欢迎今天的现场嘉宾。 Alright， 首先呢，欢迎来自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系食品营养及烹饪科学系讲师黄永伟老师，欢迎黄老师。同时也要欢迎呢这个身材好、厨艺佳的 Chef Melvin。没错，真的火锅是生命，厉害厉害啊！接下来不得了哦，型男方展发。同时也要欢迎呢演技非常好、厨艺也很了得的钟晴姐。婷姐姐，以及感觉上对烹饪以及美食有研究的西西。感觉上，我身材也非常好。为什么你没有说一下？刚才你说厨师身材很好啊，你身材也不错，对不对？身材壮硕。我跟你说哈，今天来这个比赛的这3位啊，我相信你们对烹饪也是有一点研究啊。但是我们这个不只是烹饪的知识，对科学也要了解。哎呀，你会烹饪，当然要懂得它其中的科学嘛。哎，婷姐姐问一下，你以前在学校科学成绩怎么样？我是读 pure science 的 ，pure chemistry, pure physics，但是 fail 啊，读 pure 但是 fail 了哈。那 pure 以前在学校科学成绩如何 ？OK 啊 ，OK， 不错。那西西，你知道选择题对不对？对，我都还可以不及格哎。今天让你血池，4题谁的分数比较高就是优胜者。然后呢，有一个神秘大奖啊，你们觉得是什么 ？Kim 姐来猜一下。啊，那个 Chef Melvin 会帮我煮1年。里面是 voucher 哈。对。免费服务1年。OK， 展发你觉得是什么 ？Anything 了，赢了就好。OK， 来西西呢？你觉得？现金砖对不对？对，就证明说他刚刚入行没多久。来我们节目。你入行久一点就知道会是什么了哈。好了，我们马上请这个6月来揭晓。各位观众2、1是什么呢？今天的哇哦，来，这个呢是 Nasi Lemak 口味的曲奇饼干呀。那我拿，我喜欢啊，我没吃过呀，我喜欢。不过你们有没有吃过比较特别？我有吃过 Nasi Lemak 的巧克力但是是好吃的。真的吗？真的。我吃过什么你知道吗？啊，雪糕啊，但是它是曲种凡的味道。对，咸甜这样很好吃，就好像你什么 sea salt caramel 什么这样。因为咸跟甜嘛，很配。我有吃过鸡饭的冰淇淋。八卦的也有啊，对啊，干的也有。蛮多的。它晕了。谢大哥比较 traditional 啊。有些时候是你习不习惯，这个我们叫做风味搭配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这个 Chef 苗明登场了，对不对？不过我要先问一下老师哦，这个风味搭配学到底是什么？基本上风味搭配学呢，它是用食物里面有味分子来进行做一个搭配，所以呢，它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配对。而且呢，它是利用超级电脑，而不是利用人来做一个计算。用电脑可以算出来哦。对，因为它基本上呢，这个电脑是利用以前学术性的文章，还有厨师的经验，还有一些食物本身的味道来进行一个配对，算出一些不一样的搭配，让你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像以前不是会有一些传承的味道咯？如果用电脑可以记录一下这些风味、这些味道，说不定以后就不会失传。很多时间啊，你不用自己慢慢试啊、调啊。呀，就不用这样教来教去，对不对？我们随着我们问的问题会让你们更了解到底什么是风味搭配学。而我们今天的 Chef Melvin 也要根据这个理论呢，有2道创意的料理，对不对？是，第一道是港式猪扒包，听起来蛮常见的，但是煮法
会不一样吗？等一下有惊喜。喜欢惊喜。我说西西还没有吃饭嘛，对不对？等一下你吃多一点。很好，现在在准备的时候啊，我们马上进行第一题 ，OK， 好不好？问题就是，当我们品尝食物的风味的时候啊，有多少的百分比是通过舌头认知的 ？A 20%，B 50%，还是 C 80%？请揭晓。OK， 皮儿是写20，哇哦 ，Kim 姐50，CC 是80。喂 ，OK， 我们先问皮儿，为什么你觉得是20%？有那么少吗？我相信，当你眼睛看一个食物，你会影响到你的脑里在就是想到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对，所以即使你看那个东西，你看那个颜色，或者你看是谁准备那个食物，当他们用那些 ingredient 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到你认为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对，我是选择50吧，因为不完全是舌头，因为我们还有嗅觉啊，尤其是你没有尝试过的食物，你一定会先嗅一嗅，然后你才会来尝。当然有视觉有嗅觉，可是我还是觉得重点还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就是我们舌头。OK， 那我们舌头就是可以酸甜苦辣一起尝到完嘛，所以我还是觉得80%应该是比较合理。OK， 来，我们有请黄老师来揭晓，请问答案是 A、B 还是 C？当我们品尝食物的风味的时候啊，有多少的百分比是通过舌头认知的？来揭晓，请问答案是 A、B 还是 C？ 答案是 A， 哇，20%啊20%。哎 ，bro， 没有想到，对，皮克获得1分。还有20%，我都有点意外，有这么少吗？人的舌头我们能够品尝到酸、甜、苦，还有咸、鲜。现在还有多一个是油味 creaminess。OK。通过这舌头，我们只可以提取到20%，其余的80%呢是通过鼻子，让我们嗅到不同的气味。这些气味我们所称之为芳香味化合物。那到底什么是芳香味化合物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解说。当我们吃东西时，每一口都含有许多挥发性化合物，也就是芳香味化合物。正是这些化合物的气味决定了食物的风味。在食物入口前，芳香味化合物已经先达到鼻子和喉咙的接收器细胞。当某种化合物抵达特定的接收细胞时，该化合物马上与这些细胞结合，细胞立刻发出讯号通知大脑，然后将讯号翻译成该化合物持有的香味，这几乎是瞬间发生的。哇，里面还有这个芳香味化合物哎，因为基本上呢，一个风味的全貌呢是来自于3个最大的元素，第一个是味道，第二个是香味，第3个是口感。请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我们就把眼睛蒙起来，把鼻子呢给夹起来，单凭味觉看能不能够分辨出喝的饮料是哪一个，对，好不好？好，我们就请我们现场刚刚唯一答对的那个女优生来Pierre做个 testing 好不好？好。现在呢，放在你面前有3杯饮料，我们请Pierre先喝第1杯，小心哦，慢慢的来。你觉得第1杯是什么？可乐。为什么呢？甜，有那个气。好，那第2杯慢慢来。好，你觉得是什么？喝完1整杯了。喝不出。好，来第3，给这1杯，对。也是可乐。好，那我们先请Pierre把眼罩拿掉，然后你看看眼前是什么。好，那你现在可以再喝1遍。所以第1杯是什么？可乐。可乐。好，那第2杯呢？
你们喝过汽水是吗 cherry 很少。对 OK， 所以第2杯它是葡萄口味的葡萄 OK 啊。其实第3杯很直接，就是橙汁。对， OK， 所以Pierre你觉得蒙眼把鼻子夹住喝跟现在喝有没有差别？很大的分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你一看那个颜色，你就会立刻把一个味道 attach to the color。OK， 那其实我们刚才就聊到这个芳香味化合物哈，其实对于这个风味配对到底有什么关联？在风味配对的理论上呢，它们如果2个食材拥有共同的芳香味化合物的话，它们的组合会有产生共鸣，让它的气味更加提升到一个层次。比如说白巧克力配鱼子酱，白巧克力配鱼子酱，咖啡，这样，而且效果还意想不到。对，所以接下来这一题就跟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请6月来发问哈。是根据风味搭配学，猪肉配搭以下哪一种坚果是能够创造出最佳风味的 ？A. 花生 ，B. 芝麻，还是 C. 杏仁？这个很明显啊，最明显是猪肉，请揭晓你们的答案。来，真的很不合哎。很好，我们最喜欢这种答案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厮杀。OK， 来 ，Kim 姐姐，你说因为我觉得配芝麻好像不太适合。我觉得很适合。可能口感吧，我不知道。口感，配杏仁的话，我就觉得杏仁的味道太强了。因为杏仁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味道。但是 Pierre 相反意见，你觉得跟 sesame 啊芝麻可以 match？因为我喜欢芝麻。You like sesame 啦？是。CC， 那你选杏仁啊？因为杏仁大家都会觉得是整粒杏仁这样下，但是如果你把它切弄碎杏仁碎对呀，我觉得应该可以啊。杏仁粉呐。OK， 黄老师来揭晓答案，到底是 A、B 还是 C？ 答案是 C。哇！你知道为什么我答对吗？因为我不会煮啊，比较有创意。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在对想太对，它多了是吧很强气很重，我想会咩？杏仁的你不怕味道太杏仁味道强了。太强？太强势了。还好吧。所以有些时候不懂哦，反而更容易答对。啊，因为在猪肉的味道里面呢，它有一个梅辣反应味。梅辣反应呢是氨基酸和还原糖之间的化学反应，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们会产生色素，还有上百种的芳香味化合物被产生出来，它会有一个共鸣。哦，哎，Chef 想问一下哦，所以你今天这个猪扒有搭配杏仁吗？有啊，哎，还有一个很惊喜的材料在里面，哎呦，是爆米花 popcorn 啊？为什么有选择 popcorn？ because 爆米花是好像一个零食嘛，所以有些人用 potato chips 做 coating， 所以我今天是用杏仁跟 popcorn，then 我 blend 是 original flavor 吗 ，yes， 等一下就知道了 ，surprise， 对不对？很期待。上菜了 ，alright。好，Chef 苗斌的自创港式猪扒包开动了。For the ladies， 如果你们可以一口馒头，一口猪肉，一口那个没有，讲不进去啊。哇，没有 Chef， 你不用讲，他们是就整口下去了啊。吃得出那个almond的 almond 的味道，是，也是因为有那个大片的almond，所以你才会有那个对，你要摇到那个杏仁才有。 is perfect。 也是 perfect。老师，这个也是风味搭配学的一个论述嘛？是的，因为杏仁跟猪肉有共同的化合物，所以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让它们的配搭更美味。当中包括了1氰比罗和2富南甲硫醇。好，这只是第一道料理了哈。是。那第二道料理呢，也是很具创意的。是萝卜萝卜啊。 ，yes，but 萝卜你们通常是第一道 salad， 呀，我把它拉到 dessert， 所以先毛病，你的这个甜品，你除了用胡萝卜，还用什么？咖啡，yes， 这我可以 coffee，接受。好，那有请 Chef Melvin 了哈。谢谢。好，那当然呢，他在准备这个第二道料理的同时呢，我们要问第3道题。以下哪一个食材是有助于人体吸收更多胡萝卜素 OK， ？A. 醋 ，B. 油，还有 C.
盐。这个答案呢，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多一个哦。 I am going to go with my gut。好，来，请看答案。 A B C OK， 举牌。 Kim 姐是 B 油，Pierre 是 C 盐，西西是 A 跟 B。为什么是醋跟油？因为我觉得油大家都觉得它不是很太健康了，是对不对？越不可能的东西就是越可能的答案。然后我记得说好像醋可以就帮忙吸收什么的。醋是帮助消化，不是吗？哦，是啊，所以它消化那个胡萝卜素，然后就然后我们吸收。OK，进去。哦是，我选择盐啊 C 盐。有时候我们吃那个黄梨还是吃苹果，我们会放盐，对吗？对。所以我是用这个道理来选 C。哦，我是写 B，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油，但是我觉得醋会大量的破坏它里面的 whatever 维生素 OK 还是 Yeah 盐也不太可能。 A 跟 C 不可能就是 B。来，所以请老师揭晓答案是 A、B 还是 C？ 请老师揭晓答案是 A、B 还是 C？ 答案是 B， 油。 OK， 恭喜！哇！所以目前3位都是1分打成平手。哇，好紧张啊！我们请老师来解说一下，为什么是油？因为基本上胡萝卜里面的胡萝卜素呢是油溶性、脂肪溶性的，所以呢你必须要有油把它给取出来，再被人体消化。如果你加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有一定的破坏，因为醋毕竟它是比较酸性嘛。那盐呢？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反应，盐就是调味啦。你们觉得胡萝卜要生吃还是要煮熟吃比较营养？我觉得是要煮熟了吃，为什么？因为它会把它的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逼出来，这样。好，Kim 姐哇，也是脸都歪了，你看。我觉得要生的红萝卜，然后沾油吃。Pierre 呢？生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 raw 的比较营养？因为是 Mother Nature 给我们的 OK 一个东西，最好是不要去煮，不要不用去破坏它，对不对？OK， 所以老师，生吃比较营养，还是要煮熟？答案是煮熟吃比较好。没有分哈，没有分哈。OK， 我们来看解说好不好？来，请看。胡萝卜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对人体有益。然而，生萝卜中的胡萝卜素存在于细胞中，就像是被锁了起来。一旦经过烹煮，胡萝卜的细胞壁会出现破裂，其中所含的胡萝卜素就能流出来。由于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只要接触到油，就能让人体更好吸收了。所以都清楚了嘛，对不对？对。好，那现在呢？哇，3位决胜题，来，好不好？来，请问，舌头的哪一个部位是可以品尝到甜味？A， 舌尖 OK， B， 舌头的两侧，还是 C， 舌根？请揭晓答案。OK， 我们看一下 ，Kim 姐姐是 A、B、C， 然后 Pierre 是多少 ？B。西西呢？都不是。哎呦，为什么你觉得都不是？因为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记得是舌头的哪一个部位。来 ，Pierre 呢？我选 B， 因为我吃冰淇淋的时候，通常那个冰淇淋会融在中间，在旁边。到旁边，所以就感觉到那个甜味。对，来 ，Kim 姐姐是全部啊，因为我整个舌头那个神经线都是很发达，很发达的，很敏感的。好，来，老师请揭晓答案。基本上答案是全部都是。就是我是吗？就是我是吗 ？A 加 B 加 C 吗？哇，所以阿姐得1分。也可以把那些都拿回家了。哇 ，OK， 来，老师可以解说一下吗？在我们舌头里面呢，有许多的化学接收器，或者是我们称之为味蕾，所以我们可以尝到不同的味道。对，但是呢，为什么会有分区呢？因为在之前的研究是说，
A 其实是它肠道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能够舔尝到甜的部分，而后面 C 的部分呢是苦，但是也不代表它那一个部分只是可以品尝到苦的那一部分，是比较敏感而已。但是我们整个舌头都可以接收到。是的。OK， 好，所以在这边恭喜阿杰中青，厉害！我们也要问一下这个 chef 啊，你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啊？我刚才用咖啡、糖对跟 sage 一起煮一种香叶是吗？对，然后我把那个咖啡的味道放在萝卜的外面。OK， 好，请上菜，胡萝卜甜点。做这个我 plate 的是好像萝卜自己长出来，所以你们要拔出来啊。OK，and then 拿1汤匙的下面的那个果冻 ，then 咬一口那个 carrot，and then 吃果冻。哇哦，果冻是什么口味的？椰子。胡萝卜很爽脆，配那个咖啡的那个蘸酱哦，其实会把那个鲜甜味提升哎。我本身喜欢喝咖啡，所以这个加起来那个 the combination is 组合呀，非常完美的甜点，非常完美的安排，又有主食又有甜点，而且这个甜点非常的特别又漂亮。开玩笑，他是我们今天的优胜者。来，取其名的。来，非常感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奖，然后也要谢谢在座各位，所以这个奖要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哇，再次恭喜阿姐，谢谢你们 ，Thank you。好，今天一整集下来，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有了解到这个风味搭配的美味方程式了哦。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趣的烹饪原理的话呢，记得继续锁定我们下个星期的科学实验室。是要谢谢 Chef Melvin， 还有我们的黄老师，还有谢谢我们pierre哥哥、Kim 姐姐，谢谢西西。老师，我还是很想问你，为什么刚才那个爆米花会跳舞啊？真的？怎么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因为它的那个baking soda 跟那个醋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2氧化碳，所以它就把它空气拉上去。我们都会看到，是这个原因。